欢迎索恩牧师雪伦师母，你们好上一次我们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从台湾真的迈出了这一步，很不容易来到了加拿大这个城市里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刚来人生地不熟一切可能都需要一步一步按照神为你们预备的这一些计划来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你们曾经也讲过的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但是在这当中，我希望你们来更具体的讲一讲，你们是怎么样通过这些事实来听神的声音的，这个很重要，好吗？那我想请索恩牧师您先来讲一讲好不好？到了加拿大之后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好，谢谢凯传。之前听众可能有些人听过我们来加拿大的一些的见证，那这一次主要讲从第一站在这个曼省 Manitoba 省的 Brandon 这个小城市里面，我们又怎么迁移了到这个第二个城市叫 Alberta 的这个 Calgary， 两个城市差了1200公里，是什么让我们跨越了这1200公里去搬到那边去呢？那其实我相信这是有神的带领在我们来加拿大第一站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个职场计划它是一个暂时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他们可能预计本来是5年，但是到了我们大概还不到第4年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有些调整，我们这计划结束，我们要往下一个牧会的工厂在移动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移动是怎么来的，以及我们怎么当中去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那之前已经讲过，说我们去到Calgary 卡尔加里那边参加父亲遗址，那边又发生了车祸，一直留下认识了当地的基督徒跟一个教会。那我知道那叫找传道人，但是我并没有想要离开，我也没有这个计划还没有结束。可是大概等我回到了马尼托巴的以后，大概不到半年，我的侍奉工厂需要调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教会来，然后我就上网看了以后，发现说，的确他们还在招这个传道人，那我就去联系了。那边的华裔牧师就说，你就递个申请来吧，就是反正他们会有接后一段一连串聘募的过程。那我也递出了这个申请之后呢，我就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不只是有这个教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在 Alberta 也在找传道人，我也知道了，那我也去申请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在自己跟上帝祷告寻求，上帝你到底要我往哪里去呢？我有3个选择，第一个我就是虽然的计划就是停了，总会不再给我经济供应，但是我自己支帐篷，我还是留在原地，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就是我去移动，但是移动的话有2个城市，一个是在 Alberta 的北边，一个在 Alberta 南边，所以我可以去。另外这第2、第3个选择，那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带领？在那过程当中，我就寻求祷告，那上帝就给我一句经文，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10章10节，也就是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就是或者说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都很熟这些经文，但前一节可能问你第9节是讲什么，我可能没有这个祷告寻求经历，我也不记得。第9节说，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出入的，就是从我进来的，从我这个门进来的，就是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节经文。但是在寻求的时候，这些经文我就收到这些经文，知道是对我在说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是我很熟悉的经文，它就在那个 moment 给我带来很大的平安跟安慰，知道上帝会他是那个羊的门，我只要就是跟着他带领进入，必然得救。而且是出入得草吃，我的当时的那个好像卡在中间，进退两难，进不了退不了的这种情况呢，上帝能够已经有他的带领，有他的计划，
，OK， 而且得到的是出入得讨是得到上帝的自己的供应，所以我就很放心，就是不管这3个选择是哪一个，我已经就是心里很有平安，知道上帝他是我那个应当跟随的牧人，也是那个门，也是提供给我安全跟保障的，不是我在当地可不可以找到工作，也不是在这个 Alberta 的南边北边这2个教会给我保障，都不是，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我就觉得就很心就安下来，然后我们就才开始一步一步进入这个闭幕的过程程序，然后慢慢去寻求上帝的带领跟心意。然后后面那也让Sharon讲一讲，上帝怎么跟他说话，在这个事情上。刚才听到牧师，其实呢，当时神讲的这个经文告诉你的话呢，一般人来听的话就觉得说，哦，这好像不太搭嘎哦，怎么到底具体说让你去哪儿啊？不知道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就是你领受的不同，你就真的能从这当中得到神的启示和安慰。这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怎么来听神的声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不是神给你马上画一张地图说，哦，你去北边的那个，或者你去南边的那个。我们通常是这么想的，就是好像摇签儿一样去摇出哪个答案，但是神会整体的来跟我们讲，我们把握一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雪伦师母你也是肯定，因为你们夫妇2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选择嘛，那你也在这当中肯定也要寻求神的心意，你是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呢？你来分享一下好吗？是啊，我们在第一站 Brandon 加拿大的第一站待了3年，差不多7个月左右。那我是客家人嘛，最安土重迁的这个民族性哈，我一待下来我就觉得就应该要落地生根啊哈。不但挖了菜园，还买了苹果树、什么樱桃树什么的啊。你知道这个一买下去，你是投资未来哈，没有个3年5年，你怎么可能吃得到果子呢？对不对？所以我的那个心是很坚强的哈。但是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哈。这个先生的工厂区会这个宗派的支持计划就只有这么多时间哈。那的确也这个需要，那我自己有这个偏见，好，我偏见就是我不想搬家。我觉得神与其要他来跟我们清楚讲说你是往南、往北，还是往东，还是往西，更重要的是要对付我心里那个不愿意顺服的心哈。那我记得我先生那时候就提到说，哎呀，这3个选择，我立马我就有主见了哈，我马上就说，我觉得这个更好哈。但是心里其实也知道，这是对我先生是很为难的哈，因为就是因为那我就简直有点在地上耍赖的态度啊，我就跟我先生讲一句话哈，我说要我搬家可以哈，叫神自己来告诉我哈，他不说我不动哈，我就是那个态度啊。那我先生就也没有办法，对吧？那时候情况是很难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牧养的对象哈，并不晓得我们遇到这种变动，那我们也没有在确定以前，也不好去让他们知道，不然只会很多的担心跟揣测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只能关起门来暗暗的祷告，求神有清楚的指引哈。在这之前还不能跟任何人讲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后来呢，在1个礼拜之内。好，我就很清楚得到神的回应啦。啊，怎么得到的呢？是透过我的婆婆啊，住在台湾的婆婆啊。我跟你说过，她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嘛，哈。她实际上也并不知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她不晓得。那我们也不敢让她担心嘛，哈。结果她呢，突然之间在1个礼拜之内，就是我跟我先生讲说，神没有告诉我，我不动哈的那1个礼拜内，我婆婆呢就突然在我先生的脸书页面上面留了一段话，哈。他的意思是说，他留的那段话的内容是说，神要我传递一个讯息给 Sharon， 就是要让他带着信心往前走哈。然后我就傻住了。那因为我就问一下说，婆婆发生什么事啊？你怎么会留这段话在这个我先生脸书墙上哈？
他就说他那周呢去教会的祷告会祷告哈，然后呢他们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传道哈，然后他女传道就有神很强烈的感动哈，就跟我的婆婆讲说，我有一个讯息要给你的媳妇儿，好，那个讯息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婆婆有3个媳妇儿，你知道吗哈，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澳洲，一个在台湾哈，他们还祷告了一下，好像是北边的那个哈，那应该是加拿大，还想了一下是给哪一个媳妇儿哈，然后呢就带着信心把这个讯息 po 上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只是我婆婆就是顺服哈，那顺服她觉得有这样带领哈，那我就觉得哎呀，神回答我的祷告，透过半个地球外我根本不晓得状况的婆婆，还透过一个根本也不认识我们的女传道哈，真的不能不跪在地上降服，你知道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2、3年后哈，我有机会回了台湾，我就遇到了那个女传道她跟我怎么说你知道吗？她说原来就是你那一周哈，不知道为什么神急的呀，这个屡屡的，就是一直驱动我、催促我哈，要我一定要赶紧快的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你婆婆，好达到你的手上。我说都不知道在催什么，这什么事情这么急呀？哈，是谁呀？这样子催我哈？他说原来是你啊，我就说对，是我，谢谢你愿意顺服神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说我婆婆也不知道，那个女传道更是对不对？完全不认识的人，怎么可能又隔了半个地球，让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是明确的，而且是紧急的，好，你要快的顺服，所以这是我顺服的原因。真的很好啊，就是看到神他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能借助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借助你的亲人，也可能是借助，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个才真的说明就是神的旨意不是说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的朋友的想法等等，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清楚的来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你们。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所以透过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在做这决定的时候，上帝不管是给我的话，或是给薛的话，带着信心往前走，不是告诉你往东走、往南走、往北走，是选哪一个？上帝并不是，而是重点是信心。我们要相信上帝，然后踏出那一步。那对我来说，我就是要交托给神，相信他必然看顾，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那出入得草吃，是他带领这个工作，我不需要为我得草吃去努力，去好像自己挤破头脑。但是最后我们怎么选择？最后是那个教会，当然有神的带领，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去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说，知道我是需要什么样一个教会。这是从我过去的职堂经验知道，我比较适合在一个团队里面去工作，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一个有团队的教会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听神的声音，但不是就是神你告诉我 ABC 哪个答案。我觉得上帝是先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认定他，然后上帝也给我们聪明智慧，也给我们的过去的经历，让我们把这些整合起来，我们好好的看看检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上帝带领是有轨迹的，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比较可能是哪一个。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还有给我们这些经历，去负责任去做出决定来。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听上帝声音当作是好像就刚刚那个凯传讲摇签一样，摇出来哪一个是上签还是什么，到底选哪一个我觉得在我经验中，很少上帝会告诉说你就是选这个，你就是选那个。上帝就是让我看到他在掌权，他在带领，然后呢，我就是有信心的往前走，跟着看着上帝的带领，还有过去的经验，还有神给我的这样的头脑去思考，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是往哪个方向，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是让听众知道，听神的声音不是像求签问卜一样，拿那个 ABC 这样子。对，这个提醒的特别的好，谢谢宋恩牧师。因为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会这么想，说神到底告诉你什么了？究竟告诉你们两位去哪个城市哪一点哈？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看神的旨意的，而且我们在真正的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平安稳妥，甚至很顺利的这一面啊。所以我相信这个给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特别的谢谢两位的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分享啊，非常的生动，谢谢你们。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